大家好，今天在家里也没啥事啊。昨天那个视频里拍了一下刚买的这个地图，我看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啊。今天就给大家再拍一下这个地图，仔细讲一下。我是在这个董宇辉直播间买的啊，因为正好我也需要一个，所以就买回来了。那边挂的是世界地图，这边挂的是中国地图。这个视频主要给大家讲讲这个地理知识啊，我看很多人对这个地理挺感兴趣的。这个3D 地图比那个平面地图好在哪里啊？就是说它可以更直观一点。你看它叫做地形图，我们从这个侧面看，它这个鼓出来的这些山峰啊，凹进去的盆地啊，都非常的直观，就让我们一目了然啊。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的、上学的，挂个这个地图，小孩上地理课啊，就更容易记一点，就不用死记硬背啊。你比如说，你看这个地图把我们国家的这个3级地形非常清楚的展示出来了。这个青藏高原第1级，黄土高原、内蒙古高原第2级，然后绿色的这片大平原第3级。所以中国地势西高东低，为什么这个河流是从西往东流呢？因为这个水往低处流嘛，所以是从高的往低流。你如果让小孩看这个地图，是不是一目了然？你跟他讲，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了？然后再讲到中国有4大盆地啊，你如果让他死记硬背的话是记不住的。你如果让他看一下这个地图，一目了然就看到中国这4个盆地了。你看这里准噶尔盆地、塔里木盆地是吧？柴达木盆地，这里四川盆地，是不是很清楚？就根本不用死记硬背，而且他连位置都能一下就记住了啊。然后大家看它这个四川盆地像不像一个陨石砸的坑啊？你看四周围全都是大山，只有四川这里啊是一个大平原，是一个坑，所以这里也是天府之国啊。然后讲到新疆的这个地形时候，我们经常说新疆呢是3山夹2盆，如果死记硬背的话根本记不住啊。你如果对着地图一目了然，你看3个山，北边阿尔泰山，中间天山，南边昆仑山，正好中间夹着2个盆地，一个塔里木盆地，一个准噶尔盆地，是不是非常形象？然后新疆为什么分为北疆和南疆？你看中间这个天山呀，是横贯了新疆，把它分为2半了，所以一南一北，南疆和北疆啊。那年我就开车自驾过新疆嘛，而且我那年开车是走了著名的独库公路的。你看天山北边是独山子，天山南边呢是库车，这个独库公路呀就是横穿了天山南北，所以这条公路上呢又可以看到雪山，又可以看到就是一山有4季，10里不同天啊。山脚下是夏天，山顶上白雪皑皑，所以这条路非常有名的。你看这个立体地图的话就一目了然啊，横穿天山。然后再讲一个冷知识啊，大家知道新疆有多大吗？新疆的面积啊，大概占整个中国的1/6这么大，它是我们10个山西省那么大呢啊。然后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啊、湖北、湖南、浙江、江苏、北京、天津加起来都没有新疆大啊。大家可以想象这新疆有多大。为什么新疆都不包邮呢？你从网上买东西，新疆不包邮，因为它离得太远了，而且这么大的地方嘛，住的人很少的。因为大家仔细看这个盆地里面啊，其实很多一部分是沙漠，这地方都不适合人类居住的。而且这里又有罗布泊，然后这边呢又有那个火焰山，这些地方都住的人很少啊。所以新疆呢地方特别大，但是住的人很少，所以就不包邮。而且青海和西藏也不包邮，看地图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也是地广人稀，而且这个青藏高原它是那个高原嘛，氧气很稀少，住的人又更少了，所以它也不包邮，它的地形就更难走了啊！一路上都是4、5千米、5、6千米那种大雪山。有一条著名的318中国的景观大道啊，就是从成都这里，然后到拉萨，一路上呢就翻越10几个那种4、5千米的大山。哇，可以看那种雪山，因为我骑自行车走过嘛，这条路确实非常有名，景色非常好啊。然后青藏高原呢也被誉为世界水塔，因为它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地方嘛，很多的河流都发源于青藏高原的。我们看那个黄河、长江都是从这里发源的啊。
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三江并流，长江、怒江，还有一个澜沧江，哇，都是集中在这里啊。如果我们走318国道的话，就可以横穿这3条大江啊，这个叫做三江并流，正好它处于横断山脉这一带嘛，所以这一带的那个景观特别的美。3个国际性的河流啊。然后我们看那个当时5.12大地震嘛，在那个汶川，为什么汶川这个地方啊，它容易发生地震呢？因为它是第1阶梯、第2阶梯这个过渡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2个板块交接嘛，像这种地方就容易发生那个地震啊。这也是看这个立体地图，你才能看到它是2个板块交接处呢。看平面地图你就看不出来这种感觉。然后还可以看这个汶川上面呢，就是松潘草原，就是若尔盖。当时红军过雪山、过草地，就是走的这边啊，其实已经上了高原了。这地方天气又冷，然后又缺氧，所以当时红军走这里非常的困难。最后红军呢，经过艰苦的那个路程啊，到达了陕西的延安、陕北这个地方，它属于黄土高原嘛。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能落脚呢？因为这个黄土高原它的特点就是千沟万壑，那些机械化的部队到这里啊都施展不开，像那些坦克啦、装甲车啦来的这个地方啊都不适合，因为它不是那种宽阔平坦的马路，全是那个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，所以你看这个地形图才能了解了哈。然后我们看这个啊，这边第3级阶梯，哇，这就是一大片的大平原呀。你看，从北边一直到那个南边，这全都是大平原，地势非常的平坦。所以为什么3大战役在这些地方打呢？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、淮海战役都是在这个大平原上打呢。因为平原上呀，它才适合这个大兵团作战，什么装甲车、那种坦克什么的，很适合在这个大平原上。在这个1级阶梯和2级阶梯，它就不适合这种大兵团作战。知道这个原因了吧？是不是很清楚？对着地图就很好理解啊。然后我们再看，中国有一条最重要的线嘛，就是秦岭淮河一线啊，把中国分成南方和北方，就在这个地方呢。我们看，这里是西安，西安的南边就是秦岭啊。这个秦岭呢，它是一条长度1600公里的大山脉啊，它不是说一座山，它是连绵不绝的一整座大山，长度1600多公里呢。然后秦岭过来呢就是淮河，这就是中国南北方分界线啊。为什么淮河也是这个分界线呢？因为那个橘生淮南则为橘，橘生淮北则为枳啊，所以这个淮河南北的两岸这个气候也是很不一样的。然后秦岭这里呢，就是阻挡了北方的那些冷空气啊，所以秦岭的南边呢，很多地方就可以种竹子之类的。相反，秦岭的北边啊就没有这些竹子之类的这些植物啊，所以南北差异非常大。通过这个地图啊，也是看得很清楚。我们再看南方这一片啊，虽然说它也是绿色的，但它不是平原啊，它不像北方一样这是平原，它这是上面大家仔细看，有很多疙疙瘩瘩凸起来的，这个都是山脉啊。但这个山呢，又不像这边的山一样这么高大雄伟。所以这边是丘陵，叫丘陵地带啊。我们看这个福建呀、浙江这边啊，你像福建呢是8山1水1分田，就是它的地呢8分都是山，1分是水，1分是田，就平原很少，大部分都是山脉，就是这种地形特点啊。其实南方很多都是这种地形特点，包括贵州啊，那也全都是大山。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泰山被叫做五岳之首啊，为啥它能叫做五岳之首呢？跟它周围的地形也有关系呢。我们看泰山在山东嘛，你看这个山东的周围是不是全是大平原，一望无际那种平原啊？突然之间在这里鼓起一座山来，是不是就让人感觉很震撼？这个泰山其实不高的啊，它海拔连2000米都不到。但是就是因为在平原上平地起了一座山，就给人特别震撼、特别高的那种感觉，所以这五岳之首。如果泰山放在其他的这些地方啊，那它就不算是很高了，但是把它放在平原上，就显得它特别高。然后我们看古时候的那个历史，
为什么经常这个发生在就是华北平原这一带呢？山东呀、河北呀、河南，这里被叫做中原嘛。古代那些战争啊，经常发生在这一带。你看嘛，你看这个地形，因为这里是平原，而且又黄河流经，所以它就适合人类居住。所以早期这里就是聚集的人最多啊，这里就发生的故事最多。然后我们看这个。这个平原和东北的平原中间有一个山海关啊，这个秦皇岛这里，为什么山海关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？因为这个地方啊，把这两个平原给隔开了。你只要守住山海关这个点啊，这两个平原就把它分开了。因为这边是大山嘛，你很难翻越，这边还有长城，所以这个当时那个满清入关的时候，这个山海关这里为什么位置很重要啊？看这个地图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？这边是大海，这边是大山，所以只有这一个通道，就显得它尤为的珍贵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东北的地形，其实东北呢也是被大山包围的，这边是大兴安岭，这边小兴安岭，这边是长白山脉，所以中间这一片啊也是大平原。为什么东北也叫做北大昌？你看又有那个松花江、嫩江、黑龙江这些水系的灌溉，而且它又是大平原，所以这一片的土地也非常肥沃，所以这里是北大昌啊。然后长白山呢，这里呢也是我们和朝鲜的分界线啊。然后大家看长白山这里鼓起来很大一块，所以朝鲜就认为他们的民族啊发源于这个长白山嘛。这些都是在平面地图上你感觉不到的，但是在这种立体地图上呢就一目了然。不用怎么讲，一看就明白了，是吧？哎呀，这就是这个中国地图吧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明天我给大家讲讲那个世界地图啊，也挺有意思的。如果家里有小孩的，大家喜欢这种立体地图的话，可以去我橱窗看一下啊。2个88还包邮，就是一个中国地图，一个世界地图88，它比平面地图要贵一点啊。和这个董宇辉直播间同款。